起开！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上海租界巡捕房的捕头，你要敢跟我说半句谎话，我就拉你去蹲班房，你信不信？哎，你还真不是昨天晚上折腾我那男人呀？那你进来找我干嘛呀？我是想要问你啊，就是昨天晚上你跟那个过夜的人，那个人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你得跟我说清楚喽。你要是跟我说半句假话，我立马把你拉到巡捕房去，信不信？你真是巡捕房的呀？肯定的呀。那行，让我好好想想。昨天晚上，那个人好像说他姓董。听了各位的介绍，我不禁还想问问各位，就像刚才孙小姐和夏小姐所说的，既然董思成对周霞洛那么虚情假意，那周霞洛怎么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呢？也不是一点没看出来。据我了解，正是因为周姐姐看出了董思成的真面目，才要了命的。照你的逻辑是周霞洛先看穿了董思成的劣迹，使董思成原形毕露之后才……打扰了，我们走。什么意思啊？怎么就走了？哎，这上面可都是你亲口所说的啊！要是有半句谎言，将来可是要追究你责任的，你明白吗？你就不是个男人。不是，什么意思呀？你要是个男人的话，和一个女人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大半天，还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哎，你还别这么说啊！我告诉你，我今天是有公务在身，要不然我吓死。当男人说话开始支支吾吾的时候，说明心已经乱了。那行，赶紧给我把他给按了吧。那咱们这任务也算完成了，接下来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可不要浪费这大好时光啊！等等，你没刷牙吧？你来的时候，我这不是还躺在床上呢吗？那行，我刷完牙再来伺候您。这个董思成看上去人五人六的，真差点格调，连这种女人都看得上啊！臭不要脸！你为什么打断我刚才的提问？因为你问的问题毫无意义。每一起案子都有它的来龙去脉，而调查被害人和嫌疑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你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去做的询问，我怎么先入为主了？你把董思成列为嫌疑人，在寻找证人和证言去证明你的观点，这个就是先入为主。我就不明白了，你对董思成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感情骗子，怎么就那么袒护呢？道德败坏是一回事，有没有杀人又是一回事。同样的道理，感情骗子不等于他是杀人凶手，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可是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我们之前破的无数大案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燕儿，你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无可厚非。你爱什么人，恨什么人，我一清二楚。但是我们是侦探，侦探是查案，查案必须要理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放弃对董思成的调查。哎，老大，我查出来了。这个董思成啊，在本案的案发时间，也就是当晚的10点到凌晨的5点这段时间呢，他一直跟一个妓女在房间里鬼混，所以我确定董思成没有作案的可能。那有没有可能他下药把妓女迷昏了，然后偷偷潜回上海作案？上海、松江7个小时2个来回都够了。这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啊？不是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你就别问为什么了。阿六，你就说吧，你的字我真的看不懂。
就是这个董思成啊，把那个妓女抓到房间以后，天一亮的，他说他有事儿，就会上海了。小宋，走。哎，老大，你干嘛去啊？哎呀，不是老大干嘛去了？阿六，你这狗刨式的笔录，我真是看不懂。哎呀，我肚子里边就这点墨水了，你多包涵啊！我还是想让你陪我去趟松江。不是你不相信我呀？我不是不相信你，除非你把去松江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一个细节不漏的告诉我。不是李燕，你说一个女孩家，你问这么多干嘛呀？死者是我的好姐妹，我要找到凶手为她报仇，别的我百无禁忌。说不说？给你，谢谢。我当时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正用钥匙开周霞洛小姐的房门？是，我当时以为周小姐不在房里，所以我就……你为什么认为周小姐不在？因为我好像看见周小姐一大早就出去了呀。当时那个脚步声就是从周小姐的房门来的，又穿着一身旗袍，我就误以为是周小姐一大清早就出门去了。那谁知，当时天还没大亮，是我老眼昏花看错人了呀。难道凶手会是个女人？我跟你说啊，刚才叙述那事儿都是事实，一个字儿不带差的。老大，邦哥，你回来了。刚才阿六告诉我，那个妓女和董思成鬼混了一个晚上，可是第二天中午，那个妓女却连跟他鬼混一晚上的男人都认不出来，这明显说明这个妓女的证词有问题。我们刚刚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什么线索？小宋，你说吧。据房东太太说，案发日一早，她亲眼看到有人从案发的302房间离开。他说是谁离开了吗？还用问吗？肯定是董思成。是个女人。女人啊？喂，你好，杨金邦侦探所，请问你找谁？我找杨金邦。啊，稍等，老大，你电话。喂，你好，杨金邦。你好，我是你们今天上午来过的雨花公馆的。雨花公馆？对，我叫孙小璐。孙小姐，请问什么事啊？是这样的，今天你来我们公馆调查霞姐姐遇害的事，作为多年的同事姐妹，我们也如实的向您反映了一些我们知道的情况。这一点很感谢你们。可是什么？孙小姐，有事尽管说，我会帮你保密的。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话想说，我只是觉得，今天我们几个姐妹在您面前说了很多关于董思成负面的评价。事后我想了想，这可能会影响你们的判断，以为我们在怀疑董思成就是凶手。其实我们只是信口说说而已。董思成虽然是有许多毛病，但也不是很坏的男人，要不然霞姐姐怎么会死心塌地的准备和他结婚呢？啊，谢谢提醒，这一点我们会去调查。没事，再见了。等等，杨侦探，我还没说完呢。对不起，请说。我觉得在一个侦探面前评价一个人，一定要公正客观。今天我们几个姐妹有点意气用事了，净挑毛病说。其实董思成也有他好的一面，比如他是个很细心的男人。有例子吗？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有一次霞姐姐跟我说过，她搬到小生公寓跟董思成住在一起之后，董思成总是忙着做生意，经常早出晚归的。霞姐姐胆儿小，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董思成为了给她壮胆儿，就在门上装了一个插销。这还不算什么，董思成为了不让霞姐姐冷天起来插门，还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用一根鱼线拴在插销上，出门以后拉一下鱼线，插销就插上了。你说，有多少男人能想得这么周到？可
可见董思成也不是我们姐妹带着义气说的那么可恶。我先不跟您说了，我要是想到什么，再随时给您打电话。好，再会。放心，我不是给你的男人打电话。孙小璐打这个电话的本意是想替董思成减轻嫌疑，可是他所提供的细节又恰恰证明了把现场伪装成密室的正是这个董思成。要是这么说，董思成的疑点又上升了。不是这样的，坐下。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和霞洛在婚姻上确实产生过分歧，可是我不可能做出伤害她生命的事。况且，我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不会那么傻的。我问你，案发当日晚上10点到凌晨3点，你在哪儿？我在松江，谈完生意不到10点我就睡了，早上7点才起，然后就赶回来。到家才知道霞洛他和谁谈的生意，住的哪家旅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在睡觉？有，我有人证。谁能给你证明？他叫什么？他是个婊子。邦哥，我还是想去一趟松江。一定要搞清楚董思成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潜回过上海。不用，我把董思成排除在嫌疑人之外了。凭什么呀？事实。凭什么事实？你告诉我的事实啊！我……你说过，如果那个伤口有一点点的偏差，霞洛都不会死。所以，本案是一个失手杀人，对不对？如果董思成事先找一个妓女做掩护，半夜又从松江潜回上海，杀了霞洛之后呢，又潜回到松江，这才叫蓄意杀人。可蓄意杀人的话，他为什么没有带凶器呢？好，就算他不是蓄意杀人，那也有可能是他和霞洛姐发生了争吵，激情之下失手致死了霞洛姐。那样更说不通了。找个妓女做掩护，半夜潜回上海，为的就是跟霞洛吵一架。小宋、阿六，你们立刻去一趟小生公寓，做一个地毯式的搜索，连一条地板的缝都不要放过。放心吧，放心吧。你是想找到致死霞洛姐的那件凶器是吗？找不到凶器，什么推断都没有意义。可是那是一根极细的锐器，要找到恐怕如大海捞针啊。那也得捞。多一个人多一双眼，这样吧，我跟他们一起去。哎，不用，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交给你做。什么事儿啊？回房间。回房间？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回房间。搞什么啊？神神秘秘的。女人。
这么个小玩意儿，闹不好是要吃官司的。房东，你怎么？我们准备把302房和走廊的地板全部撬开。你撬了，我还怎么住人呢？我告诉你，命案大于一切。我过来不是征求你的同意，是来给你打个招呼。走了。你等等，你们就别撬地板了。你们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啊？小宋，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踏破铁鞋找不着，得来全凭运气好。真有文化，太有文化了。老大，这谁呀？小姐，你找谁呀？你这么是私闯民宅，你知道吗？问你话呢，你找谁？燕儿，好看吗？哎，你穿这衣服好看呀！邦哥给我买的。是吗？太好看了！小左，我跟你说，你看见没有？这身衣服一买以后啊，咱们离这个吃喜酒的日子不远了，你知道吗？燕儿，我跟你说啊，就你这身衣服穿上去，那整个是什么？是上海滩的万人迷啊！燕儿，我跟你说，你千万记住，以后不准再穿那种不男不女的衣服，明白吗？这太漂亮，太好看了！我说你就是那个中国版的蒙娜拉拉。蒙娜拉是谁啊？就是他姐啊。你是想说蒙娜丽莎吧？对，蒙娜丽莎，不是我姐，是我嫂子。笑什么？哎，邦哥，没想到你选衣服还挺有眼光的，你看挺合身的呢。废话，难道我不知道你三围啊？等会儿，老大，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没说什么。你说了呀。老大，我跟你说，我是个土包子，我不懂什么叫3围尺寸。你能告诉我什么叫3围尺寸吗？再说了，行了，你哪那么多为什么？你没看邦哥还有事儿要说呢吗？邦哥，其实我觉得办案的时候穿女装还真不如穿男装方便。我叫你穿女装呢，是有一件事要你去办。哎，快！老大不会让你穿成这样去办交际花吧？是啊。我明白了，你是怀疑凶手出自雨花公馆。开始的时候我也怀疑过彪爷是为了杀一儆百，所以才杀了夏洛。那个红包就是用来掩盖他的杀人动机。但是我见过彪爷之后就知道，他不是幕后指使。理由呢？凶手把现场伪造成自杀的假象，这跟彪爷的谋杀动机完全相反。你想想，如果彪爷是为了震慑旗下的艺人，那肯定会做得越血腥越好。为什么要把现场弄成自杀的假象呢？另外就是死亡原因更不像有预谋的作案。最后就是房东太太，案发第2天早上看见过一个女人从霞洛的房间出来。根据霞洛的死亡时间推断，她应该看见霞洛的尸体才对。但为什么她出来没有报案，而是悄悄地离开？所以我推断，那个女人有可能就是凶手。所以我就跟彪爷商量，让你住进雨花公馆，保护那些交际花。可是你说的这些还是有一个漏洞啊。你是说霞洛的尸体被吊上房檐？对，虽然霞洛姐身材娇小，体重也不大，但是光靠一个寻常女人的臂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哎，会不会是她有帮手呢？这个世界什么事都有可能的。哎，对了，你们回来是不是要说点什么呀？有啊，小宋，忘了。哟，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时髦的胸针。哎，爱神之剑，
夏小姐好像见过这枚胸针。啊，可是我想问问，这跟霞落的死有什么关系吗？不瞒大家，经检验，这枚胸针就是致周霞洛死亡的凶器。不会吧？一枚胸针也能杀人？这的确是一枚时髦的胸针，这胸针还是洋人们的东西呢，恐怕整个上海滩也没有几家卖的，稀罕物啊。夏小姐对这枚胸针……哦，没有，我之前也就是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见过。呢？谢谢。都不是外人，以后有什么需要的都跟我说。你要是不介意啊，今天就住我房间吧。白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呀？还不是彪爷给派的活儿，说在客厅里安张床给陆小姐睡。不用了，我都跟陆小姐说好了，她睡我房间，把这个搬走吧。你以为就你这么想啊？我也是这么跟彪爷说的。我说安什么床呀？让陆小姐跟我一起睡。可彪爷说了，这陆小姐来不是专门保护我一个人的。彪爷真这么说了？没事儿，我就睡客厅挺好的。白小姐，辛苦你了。哎，麻烦你们帮我抬到那边去。哎，好，来，搭把手。喂，雨花公馆。喂，神经病！哎，我听到电话响，怎么了？我一接他就挂了。这样的事儿已经第3回了。哎，客厅怎么多张床了？那是给陆小姐睡的。哎呦，人家陆小姐是来保护我们的，你让人家睡客厅，那像话吗？小毕，把床抬走，陆小姐晚上跟我睡。我们姐妹几个都很欢迎陆小姐，可是陆小姐公务在身，还是别让她为难了。那不行，陆小姐，你呀甭理他们，晚上呢你就跟我睡。我那床可是英国进口的嵌花铁床，全是金属架的，睡上去啊特别舒服。夏姑娘，要不是彪爷说的，陆小姐早就答应和我同住了。原来你也想到了，是吧？夏小姐、孙小姐，你们2个都别争了，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呀就睡客厅了，睡客厅挺好，工作起来还方便。哎，我来。喂，哪位啊？我是夏小姐。夏小姐，是我呀。晚上我过去方便吗？哦，没风没雨，天气挺好的。好，像是谁要偷听似的。哼。我告诉你，这次再让我失望的话，当心我杀了你。彪爷来了。彪爷，您这是从哪儿找来这么几位又帅又酷的大佬啊？见到你们几位，我觉得以前一届的男人呐，统统都是侏儒乞丐。这姑娘可真会说话。我旗下的姑娘不但长得美，嘴巴还很甜呢。夏姑娘和孙姑娘呢？快叫他们来啊！这儿呢，彪爷，彪爷好，各位先生们好啊。孙姑娘。哎，彪爷，不是还有啊？还有一位夏姑娘，长得漂亮迷人，可是爱财如命。哎呦，这人才我可没有，要是爱这个财的话，那可就掉进我的大金库里了。哎呀，这位大哥，你话说的那么大，那就让我陪您聊聊天吧。好啊，我可以唱戏给您听。好，来，大哥，这里请，这边请。走。来啊，坐。大哥，您坐这。来。
彪爷，又贴新人啊，真是一朵出水芙蓉啊！哎，你们别想打他的主意。怎么，这新人还没下水？大侦探杨金邦，你们听说过了吧？这个倒听说过，听说过。哎，这个是大侦探的助手。真漂亮！你们都不要客气啊！哎，小薇呀，那个，夏姑娘呢？怎么老是见不到她人呢？夏姑娘说头疼的厉害，去花园里边吹风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哎呀，总是那么多事。来啊，先喝茶啊！哎呀，来让我亲一下，让我亲一下啊！哎呀，干什么呀？哎，这躲什么呀？让开我，亲一下，还注意一下。哎呀，你快放开！哎呀，快点给我，别让别人看见你了。我已经好久没碰过女人了。让我亲一下，干什么呀？行了行了，哎呀，我是你想碰就能碰的吗？好，你看，这么厚一沓，全是英镑。董思成，这是我应得的钱，我拿本钱赚的。也不全是你的本钱，这里面还有霞落的首饰。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你还想让他活过来瓜分收益呀？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们这儿可住着一个女侦探呢。你要是不想惹上麻烦，就少拿他在我面前说事儿。让着你。哎呦，彪爷，您可得为我说说话。我怎么可能是杀夏洛的凶手呢？我这双手数数钱还行，我怎么可能杀得了人呢？都说交际花演戏不假，要不是杨金邦的女助手亲耳听见，真不敢相信你会伙同那个董思成干杀人越货的事。没有，我只是和董思成合伙干了笔药材生意，我也就是贪了小，黑了几个本来属于夏洛的钱而已。可这和夏洛的死根本没有丝毫关系啊！你是不是知道董思成就是杀死周霞洛的凶手？不，他也不可能，因为案发那天他人在松江，他不可能回上海作案的。那你当时为什么说那样的话？我说什么了？你说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你还想让他活过来瓜分收益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们这儿可住着个女侦探呢，你要是不想惹上麻烦，就少拿他在我面前说事儿。我没有对你的话添油加醋吧？哎呀，是，我当时是那么说的。可是我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他，我没说就是他杀了周姑娘啊。既然他不是凶手，那你又怎么能吓唬得了他呢？哎呦，真是说不清了，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要洗清也很容易，只要你说出案发当日晚上10点到凌晨5点你在干什么，你的嫌疑就排除了。哎呦，我记不清了。你要是记不清，那可就摊上大事儿了。把他带走！哎，不，等一下，让我想想。啊，彪爷，那天你不是派我去锦江饭店陪一个大老板喝了酒吗？当时我还喝醉了呢。彪爷可以为我证明的。这话不假，可是我只能证明你陪着客人到凌晨1点前后，后面的时间我就不能保证了。我当时喝多了，出了锦江饭店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我当时喝多了，出了锦江饭店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你还问呢？昨晚上你一上车就睡着了，我还问你家住在哪儿呢，叫了你半天你都不醒，只好把你拉回来再说了。可是我已经找不到那个车行，记不清那个车夫了。我照实说，他们会相信吗？你的意思是说，你那天晚上喝醉酒了，连自己住哪儿都不记得？小陆，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是你把我扶回房间里的，对吗？小陆，是这样吗？看来是没人能证明你离开锦江饭店之后的那几个小时到底有没有回公馆睡觉。既然这样，
只能麻烦你和我们回巡捕房。来人！小洛，我知道你为了乔公子的事情一直恨我，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不能对我落井下石那么绝情啊！那天晚上，不就是你把我扶回房间里的吗？啊？你要是记不清了，我再提醒你一下。那天晚上你扶我回房间的时候，你还跟我说，你路过贝当路那家珠宝店时，看到一条很特别的项链，你还说，你迟早有一天会找个男人把它戴到你的脖子上的。这样的话，你不记得了吗？啊，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失眠睡不着觉，就在客厅看画报打发时间，然后你就回来了。我看你喝得东倒西歪的，就扶你上楼。上楼的时候，我还注意了一下时间，好像是快1点半了。当时我问你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你说彪爷让你陪一个大老板喝酒什么的，然后我就把你扶到了房间，你倒床就睡着了。对，是。燕儿，你父亲来看你了，在侦探所等着你，你回去一趟吧。好，那我就先回去了。一起走吧。探长，先撤了。彪爷，打扰了。彪爷，可能事情有点误会，不好意思打扰了。再会。收队。好了，虚惊一场。我还真以为我旗下出了一个女杀手呢。你们现在是3缺1，明晚上我找几个人过来陪你们玩。说白了，无非叫他们过来输点钱，让你们开心开心。啊，走了啊。谢郎，你为什么扯上我？你是个聪明人，不用我解释。怎么了？啊，没什么。你们这说话怎么都像是话里有话似的？还不是因为乔公子跟我吃上醋了。乔公子，其实在我心里，乔公子算个屁呀！邦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就请你告诉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相信夏凝霜的话？更让我不理解的是，你居然对董思成不闻不问。邦哥，你原来是说过，办案要保持理性，要用证据说话。可是那个董思成一看就是个恶劣的感情骗子。知道为什么我对董思成不闻不问吗？这正是你需要对我做出解释的。因为有人证明，董思成案发的时候没有到过现场，他不是凶手。谁证明？彪爷。就在你换这一套行头的时候，我去找过彪爷。那好，既然彪爷同意了，我就让我的女助手今晚就住进雨花公馆。啊，好，请。幸亏杨先生想得那么周到，我还是想说那句话，那1000大洋的悬赏还是依然有效的。那我先告辞了。哎，等。啊，那一天你问的问题，其实我不想多做解释，但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要跟你说。你说你手下在周霞洛楼下转悠的事情。对，自从周霞洛铁了心要离开东邦，要跟那个吃软饭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给这个对我彪爷的人打鬼主意的狗男人一个教训。他不是吃软饭的吗？所以我吩咐我的手下割掉他的命根子，让他一辈子都不能靠近女人。可是我的手下守株待兔，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看到这小子回公寓。案发当晚，你肯定他没有进去过公寓。我这几个手下可不是吃素的，要是他回了公寓，
他现在肯定成太监了。那会不会是你的手下打了个盹，让他溜进去？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我吩咐我手下盯着谁，他们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别说是一个大男人，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的。那不对啊，那凶手是怎么进去的？这个会不会因为是周霞洛住的小生公寓，住客并非他一人，有人进出是必然的。你叫你手下盯住董思成，所以进出的是女人的话，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对，一说这个话我就想起来了。我的手下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说有3个女人同时在这个公寓进出，就是没有看到董思成。那你手下能否认出进出的女人中，有没有你们东帮的姐妹？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可能？她们都是曾经的姐妹。你说的也是。哎，那你稍等片刻，我叫他过来问一问。叫阿三马上过来。是。但遗憾的是，他的手下只注意了进出的男人，没有注意女人。何况那边那么暗，也不可能看到女人的模样。所以你找了个借口让我回来，就是想告诉我这些。让你回来，不仅仅是要告诉你这些，而是让你回到雨花公馆之后，要多留意夏凝霜和孙小璐的关系。干嘛？无意识。不如说是习惯成自然吧。咱俩从小不就这么过来的吗？谢谢。我知道你回去看你爸了，他还好吗？挺好的。其实女儿去看父亲都是应该的，有时间多回去。没想到你会这么说，谢谢。对了，我还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怀疑他们当中的一个？你没有看出来他们在演戏吗？我没看出来啊。当然，你设定了董思成是作案人，所以你看不见、听不出，连那狗鼻子也闻不出味了。那这么说的话，你是怀疑孙小璐替夏凝霜做了伪证？终于说到点子上了。那这样一来，这个夏凝霜岂不是很可疑？所以，这次回去，我要你特别关注夏凝霜跟孙小璐的关系。如果他们其中一个是凶手的话，这几天肯定就会露出他们的尾巴。我明白了，我马上回去盯着他们。那我走了，小心。看完了没有？哎呀，老大，我俩吧是怕做一个电灯泡。别给我扯了。贝当路那边有很多珠宝店，你们带上那枚胸针，给我一家一家的走访。我要知道那枚胸针是出自哪家店。老大，你放心吧啊！小宋，咱们走。走啊。就在这儿停吧。哎，黄包车，等一下。啊？谢谢啊。不客气。夏小姐，这是要出去啊？是啊，怎么，你又想跟着我啊？哎呦，这话说的，我跟着你干什么呀？哼，昨天晚上你不就干过这样的事儿吗？有几句话呢，我想跟陆小姐说说。你这么听到风就是雨，可是要害死人的。哼，不过幸亏呢，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而且还有人帮我证明，不然恐怕早就蹲到班房里头了。锦江饭店。先生要点什么东西啊？你知道这个没有？爱神之剑，对，这枚胸针正是从我们店卖出去的。照你这么说，整个上海滩就你们这儿有了？你看看，这可是正宗的英国货。镶的是斯里兰卡的红宝石，这款式太新潮，而且呀价格比较高，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想必您还记得这个买胸针的人吗？真不巧，这枚胸针被买走那天，正好我回家看老娘了。回来老板告诉我，这枚胸针被买走了，还说去欧洲时再进一些。那我们就见见您的老板呗。对呀，这更不巧了，不好意思，我们老板去天津了，过几天呀才能回来。啊，没事儿，那等你们老板回来，务必给我们打个电话啊。好的，谢谢，谢谢啊，不客气。大声喊吧！那你说，到底要怎样，你才能对这事保持沉默？我呀，你过来。我保证，绝不食言。
别过去，危险！不行，他这样会伤到自己的。白小姐，白小姐，你别怕，我是路亚，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白小姐，白小姐，小心！孙小姐，孙小姐，快来啊！孙小姐，小心啊！还不快回房间去！大半夜的又犯病。小毕，白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白小姐，她梦游呢。梦游？对，白小姐患有一种梦游的疾病，只要不吵醒她，她就什么事儿都没有，自己转悠一会儿就回房间了。可是刚刚的雷声把她惊醒了，她就出现了神志错乱。还好孙小姐来得及时，要不然就伤着陆小姐了。哦，那她现在没事吧？没事了，她一觉睡醒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跟夏小姐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哎，小毕，你刚才为什么不叫夏小姐，要叫孙小姐呀？因为只有孙小姐才能制服她。为什么呀？你看不出来吗？孙小姐是习过武的，一般男的都不是她的对手。你还是赶紧睡觉吧。小毕啊，可以吃早餐了吗？可以了，夏小姐，快去厨房端早餐。你不是最爱吃城隍庙的生煎包吗？我买回来了，快来吃。你是不是给我下了毒啊？姐妹们，昨天晚上你们谁偷跑进我的房间，还想谋杀我？怎么会呢，白小姐？昨天晚上我明明房门是关着的，可早上醒来房门却是开着的。你们说，我总不可能自己做梦去把自己房门打开吧？没丢东西就好，赶紧吃早餐吧，白小姐。东西是没丢，可是我做了一夜的噩梦，我梦见有人拿刀要杀我。会不会是小逼你偷偷跑进我的房里去？我告诉你，你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如果再有下一次，我让彪爷把你卖到窑子里去。对不起啊，白小姐，都是我的错，下回不敢了。陆小姐，吃早餐了。起来了，陆小姐，快来吃我一大早去城隍庙买回来的生煎包。哼，我说呢，大老远的我就闻见香味了。来，快尝尝。那我就不客气啦。陆小姐，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要不是你在这儿，还真让人有点心惊胆战呢。这话就说对了，要不是有你这个女侦探在这保护我们，恐怕还真得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可能呢？你看大家这不都好好的吗？能出什么事儿啊？哼，周小姐不也好好的吗？现在却被人谋杀了，就像兰坡写的那本侦探小说《密室谋杀案》一样。兰坡？你们也喜欢看兰坡的小说啊？我可是兰坡的书迷呢。是吗？那正好，我这儿有本兰坡新出的侦探小说，我一会儿拿给你看。好啊，你还是别看了，看了晚上睡不着觉的。对，不至于吧？没那么恐怖吧？那不是恐怖，是智慧。
智慧。不过小说上写的那些案件，还真是挺绝的。哎呦，这几天都快吓死人了，还看什么谋杀小说啊？非得把人吓出点神经病来不可。哎，彪爷不是说晚上来陪咱们打牌的吗？那我下午可得把觉睡足了，晚上挑灯夜战，非得把那些人的钱赢光不可。你呀，真是掉钱眼里了。你这话就说对了，这世上还就是钱好，这钱不但能买洋房、买洋装，有时候啊，还能买命呢。看来这今天晚上大家又要熬通宵了。今天晚上我可不熬通宵了，最迟9点钟，过1分钟我也不干的。吃菜。彪爷，您来了。白小姐，彪爷来了。姑娘们呢？姑娘们还不出来啊？彪爷，姑娘们呢？啊！您这是又把财神爷给带来了呀？我们姐妹几个都在这儿等了你好久了。白小姐可真会说话呀！白小姐，你这么指望我们来，这是为什么呀？还能为什么？为了让你们输钱呗。彪爷，哎，夏姑娘呢？怎么总是姗姗来迟？快去把她叫来。小毕，去看看夏小姐醒来没？我刚才敲她的房门了，她睡得挺沉的。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小毕，先去忙吧。这夏小姐跟我说了，说这午后要吃2片安眠药，睡个足觉，然后这晚上才有精神跟你们大家熬夜激战。这个夏姑娘总是想着赢钱，早晚死在这个钱眼里面。现在不正好4不缺吗？咱们先玩着，一会儿谁要是手气不顺了，再把夏姐姐叫来替她。她不是总想赢吗？咱们呀，偏让她输个哭鼻子瞪眼儿。好主意，好主意。那我们大家快点上去吧。好，上去。哎，走走走。这雷声又近了，请。今晚啊，恐怕又要下雨了。那更好，咱们呀就在这过夜了。来个慢点。来，好，慢一点啊。来这边。来。好今天啊，是叫你们来博姑娘们开心的，你可别手气太好，不然晚上他们得输得花容。把那个椅子哎，那话怎么说来着？花容失色。哎呀，英镑法币，还有袁大头，我都备齐了啊！哎呀，快都坐下吧，我都迫不及待了。要不我就不上了吧，我手气一向特别差。您坐这儿。哎，小鹿，你怎么能闲着呢？你来，你是怕输是吧？输了算我的，赢了归你，怎么样？彪爷都这么说了，那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呢？输光了也心甘情愿呢。来，我先来。小王，邦哥，哎，你怎么回来了？白天我脱不开身，现在他们都在搓麻将呢。我想回来跟你汇报一些重要的情况。有发现？我似乎感觉到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谁啊？孙小璐。哎呦！我糊了！哎呀，吓我一跳！这一惊一乍的，如果他再不糊，我就为他破产了。我说什么来着？风水轮流转，风水轮流转吧。哎呀，手气真好！来，再来！原来你早就怀疑这个孙小璐了，我一直以为你让我盯的是夏凝霜。先说说。第一，孙小璐和夏凝霜之间确实存在着与本案有关的纠葛。侦探可在楼下住着呢，你要是不怕引起他的怀疑，就大点声，大声喊呢。那你说，到底要怎样你才能对这事保持沉默？昨天晚上虽然雷雨交加，我没能听清他们全部的对话，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就是夏凝霜手里掌握着孙小璐的把柄，而孙小璐正与之做着交易。这就说明为什么他那天突然为他做伪证了。小璐，我知道你为了乔公子的事情一直恨我，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不能对我落井下石那么绝情啊！那天晚上，不就是你把我扶回房间里的吗？啊？
你要是记不清了，我再提醒你一下。那天晚上你扶我回房间的时候，还跟我说，你路过贝当路那家珠宝店时看到一条很特别的项链，你还跟我说，你迟早有一天会找个男人把它戴到你脖子上的。这样的话，你不记得了吗？啊，我想起来了。这么说，谜底还是在贝当路那家珠宝店里。可惜那珠宝店老板不在，要在的话，一问不就解谜了吗？昨晚上，孙小璐虽然到夏凝霜房间做交易，但是夏凝霜是个财迷，二人分歧严重。我保证，绝不食言。是，这个房东太太说呢，案发当日有一个女人离开了案发现场。从尸检结果看呢，这个女人正是死于一枚女人用过的胸针。但是就是刚钥匙说那几点加起来，孙小璐的嫌疑就不用质疑了。除非孙小璐另有帮手，不然一个女人怎么把尸体吊房梁上去？豹哥，你不是说寻常女人做不到吗？那这个凶手一定是个不寻常的女人。嗯，昨天晚上我亲眼目睹了孙小璐就是这个不寻常的女人。孙小姐，孙小姐，快来呀！孙小姐！孙小姐练过武功，一般男的都不是她的对手。老大，这谜全揭开了呀！咱们现在就应该赶紧通知巡捕房缉拿孙小璐。等等啊！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珠宝店老板的证词，还有，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是孙小璐她误杀了霞落，那她为什么要把现场做成这样的伪装呢？还有，为什么要留下那根鱼线给我们提供线索呢？我想你所有的疑惑将从这里得到解释。哇，这么大的雷呀6条，恐怕今天晚上又要下大雨了。哎，你们打。走。哎，小毕啊，去看看夏姑娘怎么还没有来。钱老板都在这儿了，她还在睡大觉，真不像话。快去。好啊。好。没事没事，最近呀经常跳闸停电，我去看一看啊。小毕，帮我拿个手电筒。哎，好。白小姐，白小姐，怎么了？我陪你一块儿去吧。可能是地下室的总闸跳了，我自己下去看一下。你还是在这照顾客人吧。那你带上电筒，你小心点儿。哎呀，又不是第一次跳闸，哪次不是我一个人去的？你回去吧。嗯。这怎么搞的呀？这黑灯瞎火的，做着怪瘆得慌的。我房间里有蜡烛，我去拿几支来。啊，好，你小心啊。小毕，你陪我去拿蜡烛。哎，好。点上蜡呀，接着好好研研他们。孙小姐，你慢点儿。这里解释了他的谋杀动机，还有这根鱼线，他想嫁祸的应该就是董思成。你为什么会联想到董思成呢？你忘了，他就是那天给我打电话的人。霞姐姐胆儿小，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董思成为了给她壮胆儿，就在门上装了一个插销。这还不算什么，董思成为了不让霞姐姐冷天起来插门，他还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用一根鱼线拴在插销上，出门以后拉一下鱼线，插销就插上了。你说有多少男人能想得这么周到？他那个电话，我原以为他是在帮董思成说话，但现在看来，他是为了把我们的视线引到董思成身上。喂，哎，那个杨金帮侦探所，你找谁啊？哎，好，你说，周老板，这个可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你可不能有半点含糊。小毕，我们看看夏姐姐醒了没有？
夏小姐，看她睡得挺香的，反正不是3缺1，让她多睡会儿吧。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快下去吧，客人们都等着呢。大侄来了。哎，好，你看，我们这像不像烛光晚宴呀？对，这要是不来电，那就更好，这样那不是更浪漫吗？老大，什么叫天网恢恢呀？这个电话正是贝当杜珠宝店老板打来的，他确信无疑地告诉我，他把这枚胸针卖给了上海滩鼎鼎大名的乔公子，而这个乔公子买了这枚胸针，送给了一个上海滩的交际花孙小姐。还有更重要的呢，这个孙小姐和乔公子刚刚离开珠宝店，另外一个交际花夏姑娘就来了，就逼问那个老板：“哎，老板，刚刚那个乔公子给那女的买的什么呀？”老板没办法，就跟他说了，那个乔公子给他买了一个爱神之剑的宝石胸针。那珠宝店老板怎么知道后面进来的那个是夏姑娘呢？哎呦，这个夏姑娘经常光顾这家珠宝店，因为乔公子以前也给她买过首饰。夏凝霜有危险！怎么了？如果夏凝霜跟孙小璐约定的交易时间是9点的话，那孙小璐要摆脱要挟，就必须在9点之前下手。小宋，给巡捕房打电话。马航、叶儿，我们先走。走，快！喂，请接巡捕房。出现事儿了！就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这是谁呀？谁呀？怎么回事啊？孙小姐，小璐，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了，小璐？你怎么了？小璐。哎，老大，我跟你说，我查到了。老大，你看，秦邦，怎么了？张探长，真相大白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一会儿我和他们一块儿洗耳恭听。阿黄，你去吧。明白，我走了。诸位，最近这段时间，特别是今晚，让大家受惊了。现在我们可以轻松轻松，听听大侦探杨金邦先生替我们揭示本案真相。请。那就从今晚说起吧。但我的话头是要从今夜的夜半惊魂稍稍推前3个小时说起，也就是彪爷和男嘉宾来雨花公馆和小姐们玩牌开始。我确定，彪爷和男嘉宾到来的时候，公馆是充满欢乐的。彪爷您来了，白小姐，姑娘们呢？姑娘们还不出来啊？彪爷，姑娘们呢？您这是又把财神爷给带来了呀！我们姐妹几个都等了你们很久了。白小姐，你这么指望我们来，这是为什么呀？还能为什么呀？为了让你们收钱呗。彪爷，大会说，哎，夏姑娘呢？但奇怪的是，除了白小姐跟孙小姐之外，还缺席了夏小姐。她跟我说来着。说这午后要吃2片安眠药，睡个足觉，然后晚上才有精神跟你们大家熬夜激战。这个夏姑娘总是想着赢钱，
早晚啊死在钱眼里面。缺席的夏小姐，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心情，甚至把本该是主角的夏小姐忘在了脑后。来，排过3圈，8点左右，公馆发生了意外，突然停电了。看似意外的停电，其实是有人精心策划的。这也是今晚夜半惊魂的重要环节。如果大家还不明白，可以看看这个。这个就是导致今晚停电的原因。有人偷偷换了保险丝。根据电压情况，公馆配电板上用的应该是1号保险丝。两者相比，一目了然。显然是有人想制造停电，才做了手脚。如果依你那么说，就是有人故意换了保险丝制造停电。可是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断电，为什么到了8点才？这个也正是我要回答的问题。我刚来的时候也产生了这个疑问，所以我派我的手下到公馆周围调查了一下。结果他回来跟我说：“老大，这个断电跳闸的原因啊，我查明了。这附近呢有3个大的功率发电厂，这每天8点左右呢，只要那个电机一开，这很多居民啊，那个就没电了。现在大家大概明白了吧？作案人知道，平常照明用电，用细一点的保险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8点左右，那家工厂的一台大功率电机一开工，电压就会出现很大波动，这个波动就会烧掉保险丝，造成停电。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换句话说，停电对本案有什么作用？大家好像已经忘掉了本来是主角的夏小姐。燕儿，你跟大家说说，我们在夏小姐房间找到了什么？当我们进入到夏小姐房间的时候，发现夏小姐已经因受到电击而神志不清。经过紧急施救后，夏小姐才得以恢复心跳和脉搏。如果电击的时间再持续1分钟，甚至半分钟，那我们看到的将是另外的一种结果。夏小姐不是在睡觉吗？怎么可能会被电击呢？是啊，因为有人蓄意谋杀。谋杀？谋杀？在座的女士恐怕都知道，夏小姐房间里的床是从英国进口的铁架床。那么也就是说，只要在床的任何一个位置上缠上电线，夏小姐睡的铁床就可以瞬间变成一张致人死命的电床。床怎么可能会有电呢？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因为有人动了手脚。你们看这根电线，有人剥去了电线上的绝缘塑套。这样一来，如果电线通上了电，电流就会导遍整张铁床。哎，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据你们所说，夏小姐一直在睡觉，可是床上是有被褥的，即使铁架通了电，有被褥相隔，它也不会触电，这是基本常识。巡官大人说得好，如果被褥是干的，那你说的事实完全成立。但是我在案发现场又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夏小姐的床事先已经被人浇上了水。但是百密一疏啊，作案人居然把往夏小姐床上浇水的杯子落在了作案现场。啊，这种杯子我们每个房里都会有。我能证明这只留在夏小姐房间的杯子并不是夏小姐的，不是她的。虽然被人清洗过了，但是杯子里依然有一股淡淡的药香味儿，这说明这个杯子的主人最近一直在服用中药。没错，陆燕儿的嗅觉
我是领教过的。这个我还是听不明白。凶手既然是用电来谋杀夏姑娘的，那他可以直接将带电的电线往她身上一搭，不就完了吗？他为什么还要换保险丝，还要拨电线，还要再往床上洒水呢？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在写侦探小说吧？彪爷的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一般人谋杀的话，不会弄得那么复杂，那么周密。但是我们对作案人不能等闲视之。他是一个侦探小说家，笔名兰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本侦探小说吧？但是你们也许不知道，这个署名兰坡的小说家，正是出自这座公馆。是谁呀？这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公馆。杨先生，请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不用我告诉你，我相信这个人会自己站出来告诉大家，他就是周霞洛和夏小姐谋杀案的主谋。接着往下说。刚才陆小姐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在夏小姐房间的勘查报告里，已经清楚地表明夏小姐遭电击是精心策划的。哎，杨先生，恕我不公，你还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凶手是要用电来谋杀夏姑娘，他直接电她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呢？因为他必须这么做。为什么？逃避罪责。因为他要在电死夏小姐的时候跟大家在一起，制造不在场证明，这样谋杀案就会变成一桩意外。真是机关算尽呐！不，是智慧超群。现在我试试把以上的节点连起来，串成一条案情逻辑线，然后把本案的真相还原。首先，各位今晚来到公馆跟小姐玩牌，8点左右，公馆突然停电。这位白小姐去了地下室检修电闸，所有人都在麻将室等待来电，其中有1人离开过。我相信孙小姐就是用拿蜡烛的理由离开了麻将室。不对呀，当时我陪孙小姐一块儿去取的蜡烛。是吗？是的，我说的都是真的。那就好，你的证言正好解开我一个谜团。假设，我说的是假设。假设孙小姐是作案人，她一定会利用停电的机会，用拿蜡烛的理由离开麻将室，实施最后的谋杀。这个谋杀的关键就是不在场的证明。尽管离开麻将室取完蜡烛的时间很短，但难免会引起怀疑，这样他的计划就有瑕疵了。作为一个不寻常的人，他绝对不会让计划有这个漏洞，所以他叫上小毕，这样他的计划就会完美无缺。小毕，离开麻将室之后，你是去哪里拿蜡烛的？我和孙小姐去她房间取的蜡烛。但拿完蜡烛之后，肯定不是直接回的麻将室。小毕姑娘，你们有没有去过夏小姐房间？不。我是说，我和孙小姐去看了一下夏小姐，我们叫了她几声，她睡得太沉。夏小姐，夏小姐，所以我们就……你们当然叫不醒她，因为她服用了超过正常剂量2倍的安眠药。以夏小姐的性格，绝对不会放弃赢钱的机会，而长睡不醒。可我敢肯定，我跟孙小姐只是去看了一下夏小姐，她没有做什么。那你当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看她睡得挺香的，反正不是3缺1，让她多睡会儿吧。什么声音？什么声音？那你应该听到有人按电灯开关的声音吧？
但是你肯定不会对他按一下开关太过在意。然而，打开夏小姐房间的电灯开关，然后离开现场，回到麻将室和大家在一起。等白小姐在地下室换好保险丝，推上闸门，不到3分钟，夏小姐就一命呜呼了。谋杀案也就变成了一场意外的触电事故。我不苟同。敬请指正。事实并不是孙姑娘谋杀了夏姑娘，而是救了夏姑娘。你想，要不是她冲出去拉下电闸，夏姑娘恐怕现在已经没命了。还有啊，我在报上看过写你的文章，你们不是有一个用词叫犯罪动机吗？那孙姑娘又为什么杀夏姑娘呢？我先回答你后一个问题吧。孙小姐之所以要杀夏小姐，是因为夏小姐知道孙小姐杀周霞洛的证据，确切说不是物证，而是一把悬在孙小璐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这把剑足以致命，因为夏小姐知道，导致周霞洛死亡的胸针主人就是孙小璐。哎呀，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时髦的胸针。哎，爱神之剑。夏小姐天生贪财，还用这一点敲诈了孙小姐，还定了交钱的日期，就是今晚9点。最迟9点钟，过1分钟我也不干的。志在，无法承受随时被人揭发，还要支付一大笔金钱的孙小璐，策划了今晚的谋杀。等等等等，那你是说杀周霞洛的凶手也是孙姑娘？小璐，我希望你老实的告诉我，杨大侦探到底是在说案还是在说书？让我纠正一下彪爷的话，周霞洛不是被谋杀，而是意外。霞洛姐，霞洛姐，我们是好姐妹，我才来告诉你的。董思成真的是天底下品质最恶劣的男人，你要是铁了心嫁给他，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亏你还说得出口，我们是好姐妹。我看你就是看不得我好是吗？你又没和董思成交往过，你凭什么说他是天底下最坏的男人？霞洛姐，你就听我一句，取消下个星期和他的婚礼，你再看他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真的……你到底什么意思？我下周就要结婚了，婚纱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让我取消婚礼？我知道，你就是想毁了我的幸福是吗？不，既然是这样，咱们姐妹情分也算到头了。你走吧。霞洛姐，大家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不理智的，你听我一句劝，不要让那个狼心狗肺的男人阴谋得逞了，你听我的。孙小璐，你连狼心狗肺这样的话你都说得出口？你难道不知道，他下周就是我的丈夫了吗？我只是不想看见你自投罗网，我才半夜来找你的。你听我的，你听，我不想听你说话。你给我走！滚！你如此执迷不悔，只是便宜那个狗男人了。孙
小璐，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恨你！姐，流血了，我不是故意的，我送你去医院。滚！如果孙小姐就这样离开的话，那案情就简单了。但是你毕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你不想你姐妹嫁给一个不该嫁的男人，所以你又回到了周霞洛的房间。你在门口踌躇了10几分钟，等重新回到周小姐身边时，看到的却是可怕的一幕。小洛姐，小洛姐，你没事吧？我杀人了！